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3月14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1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 173.05， 收盘价是 169.48，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76.04， 最低价是在 169.15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7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，也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060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2 倍量增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不变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略有增大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在增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3月1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中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横盘后的下跌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一日这根蜻蜓线的最低。那么蜻蜓线通常它是变盘的信号 K 线。那次日的 K 线收盘价跌破蜻蜓线的最低呢，那也就是预示着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的走势，或者说是开启新的一波下行的走势。那股价呢，日后只有站上这根含长上影线的中红 K 线，也就是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176，那股价只有能够站上176呢，才能瓦解这个下行的走势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3月1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继续反弹，收盘价会在182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下跌，收盘价会在172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实际在3月13日收盘价是在169.48，出现了下跌。那这与我们预测的下跌172虽然在点位上相差较多，但是当日这根 K 线的走势和收盘价点位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。那么我们刚刚从K 线信息解读说，出现这样一根 K 线将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那目前呢，我们会看到股价已经跌破了我们之前定义的下行的第一个目标，也就是在174附近。对，那么我们现在呢要调整一下股价下行第一个目标，我们把它调整到164。164呢，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从现在向回看，那目前呢，股价实际上要跌破的就是在2023年5月1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，因为这根 K 线是股价出现反弹之后回档以后的起涨的一根 K 线。那目前股价也临近这个位置，所以我们先暂时把这根 K 线先定义为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对，那这个位置实际上它仅仅是一个支撑位，那股价下行的真正的目标就是152。对，也就是要收复自2023年4月27日以来的这一波的上涨。所以目前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先是把它调整到了164，然后呢，第二个目标就是下方的152。如果152再被跌破呢，那第三个目标一定是这个102这个位置。对，
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。那下行的3个目标啊，在到达164之前，也就是第一个目标之前，那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169这个位置啊，将会有一个支撑。对，那么这个位置成为支撑啊，它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，就是在次日必须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，这个位置才能够成为支撑。否则，如果出现一个低开或者甚至是跳空的低开盘呢，这个位置又很有可能会成为压力。那其实目前对于股价下行的，真正的一个能够形成支撑的呢，只是就是164，也就是这个中间目标。好，那么我们来，这是股价的下行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股价上行呢，我们也需要做一下调整。那目前股价是，从这个2月29日以来出现了，我们会看头低，下方有底低，形成了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。实际上这根 K 线啊，也就确认了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。那么上方既然出现第2个头，所以我们会把3月1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在182.87附近，我们取整数183这个位置，作为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加一条水平线。好，那在到达上行的这第一个目标啊之前，那我们说这根含长上影线的中红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在176附近将会是压力，对，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的标志。那股价如果能够站上这个176呢，将会出现反弹。反弹的目的就是要到达站上第一个目标183，站上它的目的呢，就是要瓦解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。好，那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，上方的第2个目标将是206。我们变换一下颜色。206如果能够被站上呢，那我们说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上方的265。好，我们先给出这3个上行的目标。好，那当然我们说股价如果瓦解了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之后呢，上方的20日均线值啊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，也是强压力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下行和上行的一个说明。那现在其实我们会看到近期股价的下行和上行的目标分别是164和183，是在这个区域。好，那我们再给出在3月14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，我们要关注的就是169前低。好，我们调整一下水平线到这个位置。那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呢？我们从均线的测算值来看，那么在接下来一根 K 线啊，会或者是继续沿着目前这样的一个空头的确认，继续会出现一个下行的走势。那如果股价想要说在接下来的交易日横盘，或者说是出现反弹呢，那么我们认为在3月14日在这个地方啊，会很有可能出现一个不低于前低的一根反弹的 K 线。对，那这样一来啊，实际上前低169将成为重要标志，也就是在3月14日盘中，股价只有在169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才会在这个地方出现反弹的 K 线，否则那么股价将会出现进一步下行的走势，很有可能会是再出现一根红 K， 对，甚至是实体长红 K 线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169的原因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在前一期视频，我们在这根蜻蜓线的收盘价给出了技术上的
一个操作建议，就是有5%进场抢反弹，止损是守这根蜻蜓线的最低，也就是172。那目前股价的收盘价是跌破的这个位置，那么这个抢反弹的仓位应该是即刻出场的。好，这是对于之前的这样一个技术上的操作的一个描述。那么到了3月13日，生成的这根 K 线收盘价是在 169.48。那在这个位置啊，我们会看到虽然是有一个量增，但是呢这样的 K 线线型上方是含有长长上影线的，所以呢在这个收盘价的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。对，好，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目前的目标就是下方的164，还有其实它真正的目标我们刚刚已经说了，就是152。那目前空头要守的位置是在176和上方的183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在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3月1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172到175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第二个压力位我们把它区分开，虽然和5均值是连在一起的，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176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，站上它股价才能够反弹，这是第二个压力位。第三个压力位啊，我们给出是这根蜻蜓线的最高180。第四个压力位是183，也就是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然后我们还愿意再给出一个压力位，就是20均线值，在3月14日我们测算是在189附近。当然缺口也是压力，我们说20均线值将是一个重要标志。好，这是上方的5个压力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第一个支撑就是169。前提是次日是高开盘，对。然后第二个支撑就是164，第三个支撑是下方的152，对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3月1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下行，我们会给出2个收盘价的点位。如果股价继续下行，它一定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71，在这个位置。下方最低会到达162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64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如果股价最低到达了160，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162附近。对，那么出现下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71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下跌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上。如果出现反转向上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70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177，收盘会收在176附近，也就是收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附近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7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上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3月1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